2025年，加拿大政府正在实施大幅减少移民的计划。We didn't get the balance quite right. Instead of the previously announced target of 500,000 permanent residents next year, Ottawa will only allow 395,000. 除了减少永久居民的人数，在最新的政府移民计划中，加拿大政府也首次列出了临时居民的配额。这里临时居民指的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和在加拿大工作的外国人。在2026年年底，临时居民在加拿大总人口所占的比例预计将从 6.5% 下降到 5%。2024年11月，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 Tom Kimmich 在对移民部长 Mark Miller 的质询中提到，2024年9月到2025年12月，共计有490万人的签证会到期，其中有超过76万的留学生的学签 Study Permit 会到期。面对这些签证到期的人，过去几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帮助他们留在加拿大，例如推出让临时居民转换到永久居民的通道，增加对在加拿大境内人员的移民邀请的一个次数，延长毕业工签的有效期，允许留学生全职工作。E快速通道也对加拿大境内的人员进行了大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分75分。直到2024年的3月21日，移民部长 Mark Miller 在公开发言中还提到，我们必须确保为那些希望长期居住在加拿大的人提供可靠的让他们能够拿到永久居留的方法。而现在，面对这些身份即将到期的人，加拿大政府没有再像以前一样那样提供帮助，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按时离开加拿大。 There are many ways that people leave the country, Tom. The vast majority leave voluntarily, and that's what's expected.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的态度会出现这么极端的一个转变？简单来说，政府之前在做移民计划的时候，设定了永久居民的数量，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临时居民的数量。因此，当加拿大敞开国门，大量的留学生、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涌入加拿大。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加拿大每年新增的人口大约是30万人。当2021年到2024年这3年，加拿大新增的人口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些新增的人口当中，97.7%都是移民。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远远超过了政府的预期，也超过了社会的预期，相应的也就出现了住房危机、医疗资源紧张和公共服务供不应求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控制、减缓甚至抑制人口进一步的增长，就成了加拿大政府目前重要的课题。 We are now saying, okay, we need to let our communities, our infrastructures catch up to the population. 所以，如果前几年加拿大移民的主题是机会，是行动，那么2025年的主题，我认为是生存，是三思而后行。不管今年加拿大的大选是否提前，不管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上台，移民政策将变得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个人所面临的机会和选择更少，移民加拿大的人数也将减少。当然，政策的变化不应成为恐慌的来源，而应成为我们更加理性决策的一个契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您想移民加拿大，该怎么应对？怎么留下来？有哪些坑是需要避免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给大家提供信息，理清思路。但这不是单独的法律建议哦。如果您计划来加拿大，但还没有行动，那么您需要更清晰地评估自身的条件，您的专业、职业是否是加拿大紧缺的职业？您的语言能力是否足以适应新的环境？加拿大依然欢迎移民，至少欢迎他们所需要的那一类移民。因此，如今的考验在于您是否能够证明自己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一类人。我们刚刚说到，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将变得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因为加拿大希望引进紧缺行业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本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纵观加拿大当前的移民政策对某些行业的优待，可以看到他们需要的行业有医疗护理、工程建筑、科学技术，也就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蓝领技工、农业和农产品、教育、运输以及法语人才。
加拿大传统的联邦移民项目意义快速通道针对说法语、医护类、科技类、技工类和运输类的6类人群的邀请分数，就比对其他行业人群的邀请分数要低很多。2025年新年伊始，加拿大联邦公布了新的家庭护理工试点计划、新的法语社区试点移民计划，也是说明了移民政策利好这些紧缺的行业变得更有针对性和指向性。说到法语，如果您的法语水平较强，并且考虑在魁北克以外的地区工作，那么你可以关注国际流动计划，也就是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 下的法语流动计划 Francophone Mobility Program， 因为在这个计划下，本地的雇主在雇佣外国人时不用申请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LMIA， 这大大简化了聘用程序，方便了雇主，也就方便了您得到工作。在拥有加拿大工作经验后，您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意义快速通道对法语人才的定向邀请申请移民。除了加拿大联邦移民项目，各个省都有自己的省提名计划，所需求的紧缺行业可能有所不同。您需要了解新的政策和走向，根据自身专业背景选择适合自己的省份和地区。盲目跟风可能会让你陷入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我建了一个免费的网站，来到加拿大。我会在上面更新加拿大移民的最新的消息与政策的一个分析，也会实时更新加拿大所有移民项目的邀请种类、分数和人数。来到加拿大是一个普及移民知识、传递最新消息和分享资源的一个工具平台。我仍然在继续完善，所以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请见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我们自身的专业、职业和语言能力符合要求的时候，您的财务状况能否支撑您在加拿大的学费、生活费呢？能否支撑您度过找工作的过渡期？2025年配偶工签的申请门槛也提高了，所以您还需要考虑，如果您的配偶无法拿到配偶工签，无法在加拿大工作，您的财务状况能否负担全家的生活？我们以加拿大移民部对留学生1年的生活费的最低要求做参考。如果您单身，1年需要有2万加币的生活费；如果你有配偶，1年需要有25000加币的生活费；如果你有一个孩子，3口之家1年需要有3万加币的生活费，这是最低的要求。如果您去的是像 BC 省和安大略省这样的热门省份，花费往往会更高，尤其是在租房上的花费。根据今年1月的租房数据，整个加拿大公寓每个月的平均租金大约在2000加币左右，其中单间配套约1500加币，1室的公寓约1800加币，2室的公寓约2200加币，3室的公寓约2600加币。加拿大最快的移民项目之一，意义快速通道变得难以企及。如果您不是我刚才提到的6类人群，您通常需要达到500分以上才有机会被邀请，这个分数非常高。一个不超过30岁，有加拿大硕士学位，在加拿大工作满3年，语言考到 CLB 9的等级，以雅思为例，就是听力8分，阅读、口语、写作7分，这种条件的申请人才只有513分。按照1月23号的邀请分数527分，他还没有上分数线，还需要继续等待。而说到省提名，2025年省提名整体配额也被砍了一半，从2024年的11万人减少到55000人。而各个省如果还有去年没有审理完的案件，也会占用掉今年的名额。您看，移民名额有限，竞争激烈。那么，如果您现在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等待被邀请，或者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移民方法，您需要更多的时间，您有哪些选择呢？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如何维持您在加拿大的合法的身份，怎么合法留在加拿大，有哪些需要小心的地方，不要踩的坑。所有临时居民在加拿大都必须维持他们的临时居民身份，如果身份过期，必须在身份过期后的90天内向加拿大移民部提交恢复身份的申请，也就是 Restoration Application。 这里有2个坑不要踩。一，您身份过期以后，您要立刻停止之前的学习或工作，即使您提交了恢复身份的申请，直到您的申请获批前，您是只能够待在加拿大，不能继续之前的学习或者工作的。2， Restoration 的申请其实同时包含了2个申请，一是临时居民身份的申请，2是恢复临时居民身份的申请，所以您需要支付2份申请费用：一，申请学签或工签等临时身份的费用
2. 恢复临时身份的200加币的费用。这十分重要，因为是一个申请，所以在实践中一些人会忽视这200加币，然后因为费用没有交齐而被退回申请，到头来超过了90天的截止时间，这就比较麻烦了。您还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情形都可以申请 restoration。你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的链接查看更多有关 restoration 的内容以及90天的计算方法。如果你现在还有有效的身份，但已经快要过期，怎么办？延长身份，转换身份，以退为进。如果您持有的是旅游签，您的身份可能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加拿大以前的旅游签通常会给到10年的一个有效期，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你可以一直在加拿大待到有效期的最后一天。通常情况下，您一次性在加拿大最多可以待6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在6个月以后，您还想继续待在加拿大，例如一些陪读的爸爸妈妈需要继续陪孩子在这边读书，那么您可以申请访客记录。这里不要踩的坑是：一，您需要申请的文件是 Visit Record， 而不是重新申请一个旅游签 Temporary Resident Visa， 因为 TRV 只是重新进入加拿大的旅行文件，它并不延长您在加拿大的停留时间，而 VR 才是允许你在6个月到期后继续合法留在加拿大的文件。第二个不要踩的坑是不要出境，因为您一出境，例如您和朋友开车去美国玩， VR 就失效了。实践中，您陆路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时候，您会发现有些边境官员可能不会在意这一方面，但是我不建议您这样做，这很可能会给您以后的签证或者移民的申请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果您持有的是工签，怎么延长，取决于您持有的是什么工签。如果您持有的是开放式工签，也就是您工签上的那张纸上注明您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点为任何雇主从事任何合法的工作，那么你可能无法延长该工签。例如毕业工签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 是一种开放工签，但是它无法再续签。延长毕业工签的政策现在已经结束了，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您的毕业工签原本就因为您的护照即将到期而被签发了较短的有效期，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申请补足这部分的时间，我们叫 recapture time。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毕业工签一个人一生只能够获得一次。如果你已经有过了毕业工签，您无法再通过在加拿大就读新的学习项目获取新的毕业工签，这是行不通的。所以当您拿到毕业工签后，最好能尽快的工作，物尽其用。另一种常见的开放工签是配偶工签。配偶工签是依附于主申请人状态的一种工签，需要主申请人延长读书或工作的状态，配偶工签才可以延长。您可以通过上一期视频了解现在最新的配偶工签的政策。如果您持有的是指定雇主的工签，我们叫 Employer Specific Work Permit， 那么怎么去延长呢？在到期前，您需要重新申请一个新的工签，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它不算延长，而是一个新的申请。指定雇主工签主要分为2大类，第一大类是国际流动计划，这种类型的工签申请不需要雇主申请 LMIA。 常见的工签有跨国公司内部调派 Intercompany Transfer 和法语流动计划 Francophone Mobility Program。 第二大类是临时外籍工人计划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Program。 这种类型的工签需要雇主申请 LMIA， 需要雇主证明他在本地无法招到员工，才可以去聘请外国人。申请材料繁琐，耗时更长，尤其是在2024年9月26日实施的 LMIA 新政策的影响下，申请的门槛更高。因此，如果您要延长自己的工签，建议提前确定自己符合哪种类别，以准备相应的材料。您可以使用加拿大移民部的在线工具来查看您可以申请的工签类型。通常情况下，您的学签会稍稍长于您课程结束的时间。如果您的课程没有结束，或者您想转到其他的课程，您可以延长学签。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开始，通常情况下，您需要获得省或地区的证明信，才可以去申请学签。但是，如果您是继续在相同的学校和相同的学习层级去学习的话，我们叫 same level of study， 并且与当前您的学签的规定的其他内容相一致，那么您不需要再重新的去申请 PAL 或 TAL。
就可以申请延长学签。如果您无法延长原身份，或者您在加拿大的意图发生改变，您需要在加拿大转换身份。首先要避免的坑是，如果您现在在加拿大境内只是访客身份，那么你将无法在加拿大境内转成学签或者工签身份。访客身份指的是持有旅游签 TRV、VR 或者 ETA 的外国公民。曾经加拿大是有在境内旅游签转工签的一个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已经于2024年的8月28日失效，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通常情况下，您需要从加拿大境外去递交工签或者学签的申请，除非您已经持有了有效的工签或学签，才可以在加拿大境内转换到学签或工签的身份。如果您在加拿大成功获得学习许可，转化成学签的身份，并且积极完成学业，同时遵守学签上所有的条件，您就可以维持您在加拿大的学生的临时身份。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刚刚提到的，学签申请有配额限制。申请学签前，您需要获取省或地区的证明信 PAL 或者 TAL。2025年留学生的名额也被砍，相较于2024年，无论是审理学签的配额还是批准学签的配额，也都减少了约10%。移民部目前宣称的是，如果学签审批的数量达到限额后，他们就不再继续审理学签了，之后收到的学签申请将被退回给申请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将无法从其他身份转换成学签的身份。一个您需要避的坑是，以前可以获得毕业工签的项目，现在不一定可以。自2024年11月1日起，只有某些类型的课程项目才符合毕业工签的资格，并且您还必须满足语言考试的要求才可以申请毕业工签。如果您已经拿到过毕业工签，即使你重新读一个课程项目，也无法再获得新的毕业工签。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您在作为全日制学生期间所获得的全职或兼职的工作经验，不能够被视为符合意义快速通道 CEC 门槛要求的1年的加拿大工作经验。当您的课程结束了，毕业了，您需要在毕业后的180天内申请毕业工签。需要注意的是，在2024年11月1日起，除了飞行学院的毕业生，所有其他的毕业生必须提交语言成绩才可以申请毕业工签。大学毕业生需要在听说读写4项分数中达到 CLB 7级，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毕业生需要在听说读写4项分数中达到 CLB 5级。所以您需要提前准备语言考试，避免延误毕业工签的申请。第二个需要避免踩的坑是，如果您在学签过后再提交毕业工签的一个申请，那么在您毕业工签获批前，您都不能工作。所以你应该尽量在学签还没有过期前提交毕业工签，这样当您提交了毕业工签后，就可以开始工作，开始积累工作经验。如果没有办法再续签学签或工签，您还可以考虑转为访客身份，申请 Visitor Record。申请 VR， 你需要证明自己有效的临时居留的意图。您在加拿大无需工作也能够维持生活，并且向移民官证明您会按时回国。然而，您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转换成了访客身份，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您将无法在加拿大境内再申请工签或学签。Temporary Resident Permit 临时居民许可 TRP 与普通的访问签证不同，是不得已的选择。本质上，它是一种当个人不符合加拿大移民法要求时，移民部仍然允许他留在加拿大的一种许可。比如，当事人在加拿大的签证已经过期，或者身份已经失效，超过了90天的恢复身份的时效，但他有无法离开加拿大的正当理由，需要继续留在这儿。移民官在审批临时居民许可的时候，具有高度自由裁量权。仅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批准申请，因为移民官需要考虑，为什么一个从规则上看违反移民法的人仍然可以留下？为什么他们继续留在加拿大的利益大于离开加拿大的必要性？临时居民许可本身并不授予持有人工作或学习的一个权利，它只是让持有人可以继续合法待在加拿大。当你的临时居留许可的有效期超过6个月，并满足特定的条件下，您才可以申请工签和学签。不管我们怎么转换，一定不要让自己在加拿大的身份变为非法身份。在加拿大变为非法身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旦您的身份失效，您的选择将寥寥无几，您无法在加拿大境内申请新的 V2、学签或工签。如果您曾经非法工作或逾期停留，您未来的签证或许可申请的被拒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此外，当您的工作许可或学习的一个许可到期的时候，您的社会保险号，我们叫 SIN number 也会失效。这意味着您无法合法工作，您所在的省份的医疗保险和驾驶执照也通常和您的签证的有效期是挂钩的，可能也随之失效。所以，请务必在身份到期前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这些不利的后果。以退为进，其实主动离开加拿大可能也是一种策略。如果您全部的工作经验都来自加拿大，没有海外工作经历，那么回国1到2年去积累额外的工作经验，是可以提升您在EE快速通道的分数的。对于加拿大经验类的申请人，只要过去3年内有1年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在海外也可以申请 CEC。所以你仍然有时间回国提升分数，并以更强的一个竞争力进入池子，等待邀请。Where there's a life, there's a hope.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移民可以说是一场对未来的投资，既然是投资，就要考虑您的投入的成本对您来说值不值。深思熟虑的准备，才能够让你在风向变化的时候依然稳步前行。如果你依然坚定地想要前往加拿大，那就让自己成为政策调整后仍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升技能，增强适应力，做好长远的规划。这不仅是面对政策变化的最佳策略，也是对自己未来生活质量的负责，对自己的交代。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见，拜拜。